有观众留言问我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到底是通胀更可怕呢，还是通缩更可怕呢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其实，从你钱包里的钱到房价、工资、菜价、投资回报，其实呀，都绕不开这两个经济现象：通胀或者是通缩。我们先搞清楚这两个词的意思。通胀就是通货膨胀，意思是呢，你手里的钱贬值了，原来10块钱可以买1斤猪肉，现在呢可能只能买半斤，那钱变得不值钱，生活成本上升了。而通缩呢，则是通货紧缩，东西好像变得便宜了。听起来似乎是好事儿，但是别着急啊，通缩往往意味着经济放缓、企业裁员、工资下调，钱虽然值钱了，但是你可能没收入了。从表面上来看呀，通胀让人觉得花钱越来越贵了，而通缩呢，则让人觉得挣钱越来越难了。那从历史经验来看，哪个更危险啊？我们先来说通胀。历史上最极端的通胀案例之一呢，是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，通胀失控，印钞机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，导致他们的纸币贬值的连手指都不如了。工资刚发下来，老百姓冲去买鸡蛋，还没有结账，价格就翻倍了。还有最近几年啊，你像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土耳其都经历了极高的通胀，老百姓的财富在肉眼可见的蒸发。通胀最大的问题是，它摧毁了货币的信任。如果钱本身不值钱了，那社会运行的基石就动摇了。所以它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货币的信任不存在了。那通缩就比较安全吗？不一定啊。通缩的问题啊，是经济停滞甚至是倒退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90年代后的日本，被称为失去的30年。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回看我的《日本通缩30年》那期视频。当时的日本房价从高点跌去了一半以上，企业不扩张了，年轻人不结婚了，结婚的也不生娃了，全社会陷入了保守和内卷。老百姓不消费，企业卖不出去产品，于是进一步的裁员，就变成了恶性循环。通缩看起来没有通胀那么剧烈，但是它是慢性病，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长期来看呀，对普通人打击很大，因为通缩时代经济停滞了。那中国现在到底是通胀呢，还是通缩呢？那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呢，咱们的 CPI 呀，最近这几个月呢，都是一直是增速下降的一个状态，不论是同比还是环比。我们的 PPI 呢，也一直都是负数，也就是说，生产端的商品价格呢，在持续的下滑，这是一种类通缩的状态。但为什么还是有的人觉得东西越来越贵？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错觉。CPI 的占比呢，包括了衣食住行，占比高的食品价格在下降，但是教育、医疗、房租等服务类呢在上涨。中产挤压下的消费降级啊，也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矿泉水、苹果变贵了，因为富人开始跟你买一样的东西了，需求上去了，那这些商品的价格自然也就跟着涨上去了。好，那从老百姓个人的角度，通胀更可怕还是通缩更可怕呢？我觉得呀，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现象对老百姓来说打击的对象不同。通胀伤害的是谁呀？持币者。拿现金的人受到最大的利益损害，因为你如果光拿着现金，你会变得更穷了。而通缩经济现象呢，伤害的是谁呀？负债者，不管你有房贷、车贷还是其他的个人信用贷，因为呢，你就等于说被套了。你看啊，你贷款买了房，创业欠了债，收入又在减少，于是就陷入了被套的困境。也就是说，通胀的经济现象之下，怕的是你没资产；而通缩的经济现象之下呢，怕的是你有负债。那普通人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面临着一个通胀的环境，那你就想办法要拥有资产。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你的钱动起来，资产配置比死守着存款更加的重要。你要追求跑赢通胀的回报，比如说股票呀、基金呀、黄金呀，在通胀的时代之下呢，你都可以配置起来了。在通胀的情况下，记住钱该花的要花，越晚花越贵，越不划算。那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通缩的经济环境，你要注意减少你的负债，这边是要增加。你要减少杠杆，不要轻易投资高风险的资产。同时呢，要关注保值型的投资，比如说长期国债呀，或者是分红型的
保险呀。同时呢，你还要提升你的技能和你的收入弹性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去考虑搞点副业。现在的中国呢，大部分人的体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。有的人觉得是处在通缩的环境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工资还降了。而有的人呢，则是通胀的体感，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成本在上升。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，可以说通胀也难，通缩也苦。当然，真正能穿越经济周期的呢，从来都不是资产，而是你自己的认知和决策能力。我是素，用简单的语言讲清楚资本时代的复杂逻辑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呢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